议大家伙早喽！11月24号星期五，又要周末了。今天早晨升级了 PACE 3的测试版固件，升级完我就出来了。大概看了一眼细节，好像能自己定制马拉松训练计划。HRV 那个我还没仔细看。戴上以后，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变化是，每个公里的那个报告样子变了，变得更突出、更清晰了。我试2天再跟大家聊，而且我的第2个 Stride 要到了，到了以后也是开箱评测，会说几期。我也看有小伙伴说新买了 Stride， 想听听我的一些分享，没问题。天微微亮，今天绕大本城绕一圈。今天大家会看到晚一些，因为今天跑完就和家属去那儿吃早饭。这样的话呢，视频可能就会稍微晚一点。像这种公园外圈的路，没有马路上那个路灯亮。现在已经6点多了，那前面那小伙跑得挺快的。我还记得到这儿的第1天早上起来这儿跑步，那时候还不认路呢。今天跟大家聊点什么呢？聊聊这么多年我是如何让我的家人支持我跑步，并且也喜欢上。他们不做这个运动，但是也对这个运动有好奇心的。看这排灯，如果再黑一点的时候特别好看。这是大阪城的这是哪个门呢？大阪城的西门。因为最近我看评论区也有小伙伴在聊这个问题，我没有什么太成熟的经验，跟大家分享经历，好吗？那一会儿咱们聊啊。刚才跑过这条路，因为这2天银杏树叶大批的在掉，前面那儿有人用银杏叶摆了个桃心，可能是白天来玩的游客或者是本地人，我们过去拍一拍。现在不拍，估计今天白天就消失了。看树上还有不少银杏叶呢，就这儿，大家注意看地面上啊，就这个。完全没人破坏，应该是昨天摆的。看，不知道是谁，祝福啊，祝福。这要是碰巧摆桃心的人能看到这部视频，那还是挺惊讶的。我刚才吓我一跳，我跑到那个我们每次冲坡的那坡那儿，正折返呢。我的 Apple Watch 推送告诉我检测到了 Insta360 的稳定器，那估计是家属在周围，因为他也早来跟周围拍摄呢。看咱们频道时间长的小伙伴都知道，我是从2014年的9月份开始跑步的。那时候不跑不行了，那时候胖，然后几乎算是重度脂肪肝了，挺可怕的。那刚开始运动的时候，肯定大家都支持你，一般跑步的小伙伴们都是这样，对吧？刚开始我要运动了，都说好，然后什么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小的摩擦呢？就是跑了几年，或者跑了2、3年，家里可能会有一些，要么是担心
要么是质疑，可能也有少数的是反对，不外乎就是时间、身体和钱。我说话比较直接啊。我这些年一开始跑步家里是支持的，而且呢，我基本上到15年的春天，那个时候呢就能跑10公里了。我记得我第一次跑10公里是2014年底12月中旬左右，在健身房跑步机。第一次跑完下了跑步机都不会走路了，就跟刚滑完冰似的。然后我发个朋友圈，我爹还问我说：“你都能跑10公里了？”哎，我当时挺高兴的。但是那时候其实我估计家里人没当回事儿。到第2年的春天，就是最后一届北京国际长跑节10公里，我跟家属参加了。他跑5公里，我跑10公里。那时候家里人觉得这个挺有意思，因为我本来是个挺沉闷的人，能一块玩一玩挺好的。然后紧接着就是各种伤病，今儿这儿疼，明儿那儿疼，也有比较严重的。那时候呢，家里人就说悠着点儿。直到我2015年跑完第一个北马，那天是家属和我妈在终点等我。我到现在都记得，出来以后看见他俩，然后我妈拍了一下我胳膊，说可以呀。那时候挺幸福的。不过呢，其实那个时候就有一些担心的声音，家里人会说马拉松还是对身体有挑战，说受伤不好，或者将来老了怎么样，大家经常听的话，对不对？但是我那时候就是因为不在一起生活，所以还好。我比较幸运的就是家属很支持我。我特别记得那次跑完北马，后来有一天老丈人给我送了什么东西，给完我以后还跟我说呢，马拉松差不多就得了，他们也担心。那时候还有挺有意思的事儿，跟我说身上穿上点速效救心丸。呵呵。但是为什么说要感受自己的身体呢？昨天我也说，就是你觉得自己没事儿，那就是没事儿。那个时候我跑步，其实为什么也没有太多的反对声音呢？就是我不怎么占用正常工作生活的时间。那时候我就是早上起来通勤，就跑到公司，晚上呢再跑回来，这谁都不爱的。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条件。就是那时候没有现在能跑，有一阵儿我们公司在中关村微软那儿也有一个办公室，离我家17公里。那时候老想找个机会跑一次去，一直没实现。救护车！之后就是2016年第一次跑大满贯赛事，东京，是无意中抽上的签，就是抽签抽中的。那次是带着我妈还有家属他妈，我们4个人来了一趟，因为他俩都没来过，连玩带比赛，也带他们去了博览会。然后就是这次东京马拉松，家属给我摄像机的那儿，32公里的，那时候那还不是32公里，那时候终点不是现在的。然后
还在那儿给我加油，等我，给我能量胶。那是第一次他们知道马拉松是什么样子。比赛中回来，我爸跟我说呢，1个多小时前面就过去好多人了。那次跑崩了，那次往返那个河的那几个大桥，最后走下来的4小时20多一点，好像我忘了，4小时26。对，之后感觉就是全家对我马拉松的态度就有明显的转变。之后有2次北京的半马，都路过东2环，那会儿都住那边，2次都是我妈抱着狗，那会儿养一小狗，在大概建国门到朝阳门中间那儿，第1次，第2次是朝阳门再到10条中间那儿，还给我加油。第1次的时候特别逗，光顾着挥手了，然后都回家了，跟我说怎么就忘了拿出手机拍照呢？我说明年记得吧，然后明年还给我拍好多照片。还有一次就是鸟巢半马，就唯一一次鸟巢半马，最后跑进鸟巢的。那次我跑了1小时41，那是我半马第1次能够全程冲下来。那次也是给2张票，就一个观众，就一个运动员可以带2个家人，也是我家属和我妈，他俩比较愿意参加我这种活动，在鸟巢里头等我。那天跑到一半，我还接一电话，我妈给我打的，说在地铁上了，找人借的手机，忘带手机了，联系不上我家属。然后幸亏然后我接起来了，一边跑，那刚跑到奥森南北园，就是从北园往南园这下坡那儿。那时候还带腰包带电话比赛呢。后来就都比较支持，包括我有一年春节突然的无预兆的臀部肌肉拉伤，休息了1周。那个时候吧，还有一点不太理解我，他们觉得人家伤了就歇呗。我那时候挺沮丧的，因为好多小伙伴这2天我看评论区也说受伤了生病了，停好几天特别难受，就是特别难受那时候。然后还在家里发泄情绪，现在看看也挺包容我。之后就是副中心那场全马，那场是家属和他爸妈，就是老丈人和丈母娘，赶紧过完这车等人，在终点等我。那天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爹妈病了，本来说的都来，在终点等我。那次我第9名嘛，我冲线的时候没人，除了女子的冠军。那他们给我照相，可开心了。后来那事儿，好几次全家聚会，都提起，都觉得我跑得不错，就跑出成绩了。现在我跑完比赛不一样了，我发现他们都问我多少名了，又回到了刚开始跑步大家不懂的时候，跑多少名了。现在也是问我跑多少名了，先问成绩，然后再问名次。前两天那东京半马那个证书，这证书有点意思，我仔细看了看小字才发现，我那个不是写了总排名199，然后忘了是不是199，然后还有一个86，好像就是组别排名。他那组别不是年龄组，也不是性别，小伙伴们，那100多名是包含轮椅的，竞速轮椅，就是我加上轮椅，我是199名，不加轮椅我是就全算，就是全算上的半程马拉松，包括男女所有年龄里，我是80多名。那证书挺逗。跟大家分享这就说什么呢？就是好些事儿是得互相感染的，并不是说我既要这个又要那个，
既要又要这种事情是肯定不行的。不要互相质疑，就互相去感染。家里人一开始对我的担心，我也理解，我不会正面去抵抗，因为反正我就说也不生活在一起，那我怎么生活还是比较自由。然后你慢慢的用一些事实，用一些行动去感染家人。那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尤其是你那是亲人，血浓于水呢，是不是？我承认好多家庭是有时候关系处的会有些矛盾，有时候父母比较强势，但是慢慢会好的，真的会好的。为什么今天特别想说这个？就是评论区有些小伙伴说了一大长篇，我看了心里挺难过的。家人支持这种事儿，就好些东西不是与生俱来的，也不是你说我们总说父母对子女的感情是无可替代的，但是它也不是无限的，什么东西都不是无限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，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观点。我可以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儿，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，对吧？你这样相处，互相磨合，别人的认知和观点也是他的经历所带来的。那你怎么不能成为他经历的一部分呢？如果你成为了他经历的一部分，那他的认知里，他的观点里就有你和你不谋而合的那么一点点，这样的话就会好很多，是不是？班门弄斧了啊！我这瞎说八道，大家就去粗取精，好吗？一会儿去跟家属会合了啊，咱们一会儿再聊。嘿，小伙伴们，终于跟家属来了，而且今天天气的好，现在14度，我早上出门的时候16度，现在有点起风，还凉了一点。终于来吃了，哼，看看吃哪个啊？原味的黑糖就是红糖的吧？应该奈良字，这个是什么啊？味增，白味增和什么？看不懂了。然后这是明太子，胡椒，这是4种菜和一个芝士片，这个是红薯。可以，先点个早餐套餐，然后再加个bagel，正合适。走。太尴尬了，他们早晨没有bagel，只有白天有，所以点了一个这个，就是大家还记得夏天的时候叫那个招牌咖喱面包欣赏受赏的那个，这其实挺罪恶的，这是里边是咖喱的馅儿，然后是炸的。哎，小伙伴们，训练结束了，今天跑了20公里，1小时37，平均配速4分15。今天就匀速，最快1公里也就是4分22，平均心率139，功率203，步频196，还行啊。看我们的吃的已经来了，这是2人份的早餐套餐，一个不是纯白面的吐司，一个白面吐司，和这上面是可能是奶油奶酪、鸡蛋、蔬菜和咖啡。这一份多少钱？400多日元，450日元，20多块钱。对，这2份50块钱。啊，这个咖喱面包还给了一个袋套着吃，行吧？那行吧，今天是特殊的一期了，我们赶紧趁热吃饭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我们一起加油干！咱们明儿见。明天回评论和弹幕，好吗？然后还有直播，明天还是老时间老形式，明天的内容就是大家聊什么我就说什么，好吗？那咱们明天再见，加油干！